第112章遇到麻烦。博越深圳公司的崛起，从目前的势头来看，似乎不能阻挡了。目前博越公司我的8部，陈立中的1部，另外方柔、宋小波还有温小兵带的3个部门，我们5个部门基本上做到齐装满员了。方柔和宋小波都是从我手底下走出去的兵，我肯定特殊照顾。在我的帮扶之下，这2个家伙也肯动脑子，肯卖力，用2个月时间，基本上就把部门的架构给稳住了。而我8部这一边出单依旧是高歌猛进，走了方柔和宋小波，我手底下还有老唐、张静是肖工，刘森和史小刚也晋升了肖工，袁朵和还有几个新同事的成长也非常的快。对我来说，深圳公司的工作我干的是越来越顺手了，我的工资也基本上保持在2万每月以上，这个工资水平在05年来说算是相当惊人了。当然我顺风满帆，有人就比较郁闷，比如温小兵情绪就很不好，高燕训人是真的不客气，温小兵只要业绩跟不上，就会被他训得像狗一样。反正温小兵回归也有几个月了，业绩不算太差，但给人的感觉就是灰头土脸的，好像没过一天舒坦的日子。有一天我出去吸烟，迎面碰到了他，我扔给他一根华子，我看他情绪很低落，便问小温怎么了，不高兴？温小兵低头不语，看上去心事重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跟我讲上高那边传来消息，上高深圳公司的总监周光华被免职了。我愣了一下，道这是好事啊，哈哈，这是天大的喜讯啊，高总知道吗？我一提高燕，温小兵立马蔫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温小兵打听到周光华的事儿之后，他第一时间去找高燕报喜，没有想到高燕不仅没高兴，反而对他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，骂他自己的工作干不好，就知道管一些瞎闲事儿。温小兵非常的委屈，郁闷得很，他默默的抽烟，我看到他的模样便觉得有些同情。我跟他讲，小温，在深圳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多赚钱，其他的都是浮云，你有了钱啥事儿干不成，想干啥就能干啥吗？温小兵瞟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他把烟头掐灭，留给我一个十分落寞的背影。我想起孙红英的话，人都苦，所以说人还是要乐观，因为本来很苦，你还很悲观，那干脆死了得了，只有死了才算真正的离苦得乐。其实除了工作之外，我的生活也一团糟，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我就给苏雪娇打电话。苏雪娇在温州每天也累得很，她人生地不熟，租厂房、招员工、请师傅、采购原材料全都靠她一个人。有时候我12点给她打电话，她还在忙活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偏见。我老家那边所有人都把苏雪娇讲得非常不堪，理由就是苏雪娇没有读什么书，出身贫穷，她凭什么就能发财呢？还有一点，苏雪娇长得太漂亮了，一个漂亮的女娃子，不老老实实的找个可靠的男人嫁了，在外面拼搏还赚了很多钱，她靠什么呢？人的本能就是胡想连篇，关键这事儿还真经不起那些人联想，所以苏雪娇就是个臭名声。他们不知道苏雪娇为了干成一件事，背后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。还是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上有姿色的女人太多了，但是为什么又说红颜薄命呢？这里面蕴含的道理太深刻。苏雪娇太忙，郑小军我不愿意和她有太多瓜葛，高燕我就更不敢轻易碰，和我有关系的就这么几个女人，我他妈却总是一个人品尝孤独。让我都意外的一件事，是我最近跟孙红英经常聊天，有时候 QQ 聊天，有时候电话聊天。孙红英比较关心温小兵的情况，我自动给她汇报，而关于上高的事情，孙红英对我也无话不说。所以周光华的去职我早就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上高的深圳总监不好当，因为上高的总部就在深圳，天子脚下干总监哪里那么容易。周光华品尝到了失败的恶果，他披发配到中山去舔舐伤口去了。这事儿发生之后，我没有去上高给他送行，之前我们彼此放狠话，那都是嘴炮呢。周光华真走了，他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，这事儿也就接过去了。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在周光华那边他可能会恨我一辈子，实际情况也差不多，我跟他的恩怨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就结束，那是后话了。现在上高深圳公司的商务总监换成了张鹏，这个人有个外号叫恶狗，外号的来历也简单，就是他当初走投无路到深圳，是陈从海收留并培养了他，所以他在公司内网曾经发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我愿意一辈子给陈总做一条狗。就这篇文章，张鹏恶狗的外号就喊响亮了。从资历来说，张鹏的资历和老沈差不多，应该是大区总监的资历，但是现在他干深圳公司总监，由此可见上高现在是多么的重视深圳。高燕好像蛮紧张这个人，他跟我讲，陈斌，我们可能要在产品上面再多想一想办法了，我们的产品现在太单一了，主要就是域名、网站和邮箱3样，现在上高在这一块在动脑筋想办法。目前他们其他的分公司都在动，好像他们和某湖、某浪都合作了推广产品。我道，产品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，得从公司层面上找资源，你跟老马去个电话说一下这事儿嘛。
我和高燕讨论老马从静的电话就来了，我跟我讲，陈斌，深圳公司你们能不能稳住？我说马总，深圳公司的事情我回答不了，你得找高总。陈斌，这个时候我没有功夫跟你贫嘴，他妈的，陈从海这个老狐狸阴招子多，我们北京、上海包括整个华北、华东这2个月都被全面压制，华南这边，中山公司、珠海公司都遇到了麻烦，你们深圳如果稳不住，那局面可能要糟。